公元719年，一个身材高大、满面凶相的朝鲜年轻人，经长江入海口溯流而上，进入了大唐。谁也没想到，原本慕名来到中原求经学法的他，不但在几十年后修成了正果，他得到的九华山更是成为了后来中原佛教的4大名山。那么，这个在历史记载中叫金乔觉的年轻人，来到中国后，到底经历了一番怎样的传奇经历？又如何成为了那个极少数在汉传佛教中称王的菩萨呢？欢迎打开奇异事件部，我是老雷。九华山、普陀山、峨眉山和五台山是中原佛教的4大名山，分别是地藏菩萨、观音菩萨、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的道场。道场呢，在佛教中的意思就是得道以及得道后教化众生的地方。这4个道场呢，分别代表了地、水、火、风4大元素。而地藏菩萨的梵语读音是起刹底波婆，其中起刹底意为大地，波婆有储藏和孕育的意思。在汉语中呢，地藏是去安忍不动如大地，静虑深密如密藏的意思，也就是身怀大忍之心和高深智慧。可奇怪的是，在汉传佛教中极少有菩萨称王的，但偏偏就地藏菩萨传来传去加了一个王字，被后世称为地藏王菩萨。所以想要弄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呢，我们就得从前面提到的那个只身来到大唐的年轻人说起了。唐朝开元年间，一艘船驶入了长江下游的马鞍山附近，但是还没走多远这只船就被忽如其来的大风吹到岸边搁浅了。从船上呢，就下来了一个牵狗的年轻人，青年身形高大，气宇不凡，但是衣着呢却不是中原的样式。等他一开口大家才从他蹩脚的汉语当中得知，原来他并非大唐人士，而是新罗人，叫金乔觉。在公元7世纪前期，朝鲜半岛处于三国时代，高句丽、百济和新罗3足鼎立。新罗虽然是这里面最弱鸡的，但却懂得联系外援。从公元660年到668年，他们联合大唐先后攻灭了百济和高句丽。但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，之后新罗和唐朝为了争夺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，紧接着又爆发了长达6年的唐罗战争。最终双方达成和解，以鸭绿江为界，新罗开始向大唐纳贡称臣，并全面实施改革，效仿大唐的运作模式和文化。当时唐朝佛教盛行，于是佛教也就自然成为了新罗最为流行的信仰。每年来到中土学习佛法的新罗僧人源源不断，新罗王室更是推崇佛教，不少王室成员就是虔诚的佛门弟子。而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金乔觉呢，就是其中的一位。他是新罗第35代君主景德王金献英的直系亲属，但是这个直系到底直到什么程度呢？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。有中国学者认为呢，金乔觉是景德王的侄子，但也有人认为金乔觉他就是景德王的儿子。但是和前面日本大山陵那些节目中所碰到的情况一样，朝鲜半岛的第一部官修正史《三国史记》成书也很晚，是在金乔觉去世500年后才写成的，而且里面对他的记述也是不清不楚。但是金乔觉是新罗宗室王子的身份应该是没有错的。根据史书记载，金乔觉虽然面相凶恶，但是心地善良，而且力大无比，可以以一敌十。他虽然生在王家，但是对富贵权势还有战场杀敌这些事儿通通不感兴趣。终于在金乔觉20岁出头的那一年，他带上自己的爱犬悄悄离家，而此行的目的地正是大唐。因为唐朝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真经的消息这时已经传到了新罗，所以金乔觉决心前往大唐学习佛法。金乔觉所乘坐的船只从仁川港出发，先向南跨越黄海，又从长江入海口溯流而上进入大唐。但是当船行进到安徽马鞍山一带的时候呢，由于水情不熟，又遇上了强风，船呢就搁浅了，也才有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一幕。于是金乔觉只好弃船改走陆路，一边寻访寺庙，一边寻找适合清修的清幽之地。这就开始了一场一人一狗的修行之旅。他先在安徽芜湖的赭山修行，结果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赭山的形状不大对，因为从空中看，赭山就像9条向外飞腾的龙，是向外发散的形状，不是向内收敛的。金乔觉就觉得这个气场不是自己心中理想的修行之地，于是又带着爱犬四处寻找，最后终于在安徽的青阳县找到了九华山。他觉得这里正是自己理想的落脚之处。之后金乔觉在山腰找到了一个山洞，山洞旁边有一块巨大平坦的岩石，在岩石不远的山石旁边还有一股清泉。金乔觉觉得很满意，就搬进了这个山洞，这一住就是几年。爱犬呢也在这期间寿终，被金乔觉葬在了山洞旁边。之后有人在金乔觉修行的这块岩石上建造起了一座寺庙，叫做东崖禅寺。山中岁月静好，一转眼又是10多年。有一天，一群年轻诗人结伴来到了九华山采风，就
就恰好来到了那块开阔的岩石旁。回头看去，九华山白云飘渺，远山似有似无。正当大家被这如画的风景刺激的正要诗兴大发的时候，突然有人眼见看到岩石的清泉旁有一个破旧的鼎，大家过去一翻，里面居然装着米饭混着白土。大家面面相觑，难道这崇山峻岭之中有人居住吗？一群人顺着足迹在旁边的山洞里找到了正在打坐入定的金乔觉。此时他的衣服早已是千疮百孔，一绺一绺的了，但是金乔觉仍然安坐不动，神态安详。开始这群人还不知道金乔觉是死是活呢，就上去碰了他2下。金乔觉呢这才悠悠然出定。这伙人一看，哟，是活着的，会喘气儿。然后呢，尝试了交谈了几句，才得知原来身边的这个人竟然是新罗王子。这伙人呢就非常的受触动，想不到在这世间还有这般不为名利所动，万里迢迢来到中原求法修行的世外高僧呢。所以当场就有人拜金乔觉为师。在这之后，九华山上有高僧的这个传说就流传开了，有不少人慕名来到九华山追随金乔觉，他的弟子也就越来越多了。不久，九华山上有高僧的传说也传到了另一个人的耳朵里。他人称闵公，是本地的巨富，有多富呢？连金乔觉所在的九华山那都是人家的私产。闵公虽然是本地首富，却也是一位笃信佛法的俗家居士，生平乐善好施，尤其是喜欢修庙建寺，还常常在家里举办布施大会，邀请高僧来家里说法讲道。这闵公一听，在自己这旮瘩居然有这样的高僧，二话不说，一路小跑带着自己的独子就跑到了东崖上来一探究竟。结果不看罢了，这一看心里就凉了半截。只见眼前这位身形高大的僧人，不仅面相丑陋，而且还形同枯槁，衣衫褴褛的。这一张嘴，施主有何贵干思密的？嘿，怪不得话都说不利索呢。这搞了半天还是个外国人。闵公平时接触过的高僧那都是仪表堂堂，气度不凡，讲起法来也都是通晓天地，滔滔不绝。可面前这个话说的都颠三倒四的外国人，除了个子高之外，怎么看他也不像是个高僧啊。所以闵公自然相当失望。但失望归失望，转念又一想，来都来了，好歹也要意思意思吧。于是闵公就很客气地问：闻高僧在我这山中修行多年，风餐露宿，老朽实不忍心如今想为您捐地建庙，不知高僧需要多大的地方？金乔觉微微一笑就说：我要的地方很大，就不知道员外舍不舍得了。闵公这一听心里就更不爽了。我这好心施舍于你，你倒是还蹬鼻子上脸了。行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胃口。于是拍着胸脯说：高僧有所不知，这整个山都是我的，您的要求断不难办。片刻，金乔觉把身上的袈裟取了下来，说：袈裟盖到的地方就是我要的地方。这回不仅是闵公，所有弟子都集体无语了，心想师傅是不是常年饭食不济，这给饿糊涂了？这一块袈裟才多大点地方？闵公呢，更是坚定了之前自己的判断，这个说不了2句话就蹦出个思密达的家伙，压根就不是什么所谓的高僧，就是徒有虚名罢了。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，让在场的所有人就更无语了。只见金乔觉把袈裟往空中一扔，天空当中突然升起了一片袈裟形状的彩云，顿时整个九华山都被他覆盖住了。弟子们一看，原来师傅有如此神通个个欢欣鼓舞。闵公一看呢，这才如梦初醒，原来是真人不露相，所以当场就让儿子拜金乔觉为师，法号为道明和尚。闵公也真是豪气，答应的事一点也不含糊，就把九华山全域都给了金乔觉。之后，金乔觉带领弟子们在山上修建起了一座寺庙，叫化成寺。再后来，待闵公处理完了人间的财产关系等等俗事之后，自己又拜在了儿子道明和尚的门下，成了金乔觉的徒孙。现在化成寺里还能看到闵公父子的塑像。之后化成寺就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寺院，不少僧人都来追随金乔觉。这其中呢，还有不少金乔觉母国的僧人，千里迢迢的来到化成寺拜金乔觉为师。有一天化成寺里来了2位特殊的客人，他们的衣着样式一看就是新罗来的，而且张口就要找金乔觉。但这个时候金乔觉已经是大师了，门徒过千，而且极受敬重，所以一般人根本不敢随意唤出他的俗名。庙门前的知客僧一听来人如此无礼，就敷衍他们说：师尊此刻不在寺内，你们就先一边凉快吧。谁知道这2人却也不客气，不等僧众的同意，自己就跑到后院的禅房四处寻找。推开一间房，正好看到了正在讲经的金乔觉。双方一照面都愣住了，金乔觉脱口而出：舅舅。2个人一看面前这个形容枯槁的中年人，又联想到了当年雍容富态的外甥，不禁老泪纵横，拉起金乔觉的手就说：孩儿
都说这大唐国力鼎盛，你看你这过得也不行啊，听话跟舅舅回去吧，你看你操的。金乔觉呢微笑着安抚两位亲人之后，就把两位舅舅安置在了一间禅房里，一有空自己就过来给两位舅舅讲解佛法。不想啊，开始说只住月余就要回新罗的两位舅舅，竟一住就是2个月、3个月。半年之后，金乔觉身边就多出了2位新罗来的弟子，分别叫昭佑和昭普，也就是他的这2位舅舅。后来金乔觉的弟子们还专门为他的2位舅舅在九华山的北路上修了一座小寺庙，叫做二圣殿。此后金乔觉更加深居简出，潜心苦修。白天他为弟子们讲经解法，到了黄昏时分，金乔觉就在自己的禅房里入定。而传说这时九华山周围就会隐隐传来类似于地狱行刑的声音，经常还会有人听到哀嚎的声音。当弟子问起师父这件怪事的时候，金乔觉只回答了一句寄语：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；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这就是地藏菩萨当年所发下的大愿。从那之后，金乔觉是地藏菩萨化身的说法就逐渐流传开了。公元749年7月的一天，已经99岁的金乔觉突然召集所有弟子来到大殿，在最后一次为弟子讲经解法之后，只见金乔觉盘腿而坐，面带微笑，渐渐地闭上了眼睛，就此圆寂。这时寺院的大众居然毫无征兆地坠落到了地上，寺院周围也突然爆发出了鸟群的哀鸣声。弟子们强忍着悲痛，把师父的肉身放进了一个石头做的大缸里。3年之后再回头打开，发现金乔觉的肉身依然和生前一样，不但颜色依旧，而且没有一点损坏。而且呢，搬动他遗体骨头碰到缸壁的时候，居然呢还能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。在那之后，弟子们就在师父的不腐真身上贴上金箔，再附上金泥，塑成金身佛像，供奉在了九华山神光岭的地宫之中。不腐真身、舍利和红化现象并称为佛教中的3大神奇现象，也是现代科学一直无法解释的谜。古往今来中土的僧人千万，采用刚藏的也可以以100万计，但留下不腐真身的则是寥寥无几。四川成都的石径寺中有一具楚山禅师留下的不腐肉身，和金乔觉差不多同时代的慧能禅师在广东曹溪也留下了不腐真身。四川、广东和安徽都属于潮湿炎热的气候，只能说这些修行有素的高僧，他们的身体很可能发生了某种内在的变化，从而抑制了体内的菌群，使得细菌无法在人去世后分解人体构造，阻止了肉身的自然分解。那这样的身体呢，就成了肉身不腐了。当然，具体的转化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，目前还无解。而且出于宗教情感的原因，也没法用现代的科学手段对这些遗体进行常规的检查。而曾经跟随金乔觉来到九华山的爱犬，则在传说当中成了地藏菩萨的坐骑，地府里最通灵的神兽谛听。金乔觉之后被汉传佛教奉为地藏菩萨的化身之一。化身的意思大概是说，地藏菩萨早已经成佛，不生不灭，居于某种我们常人无法理解的宇宙维度当中。而为了开示沉迷于欲望的众生，就在世人眼前展示出了金乔觉这么一个形象。他像所有的人一样，有出生有成长，以他修行的一生为世人指明解脱的道路。因为他俗姓金，所以又被称为金地藏。但是金乔觉又是以自己一生的修行印证了地藏菩萨的心性和境界，所以也可以说他是修成了地藏的人。在六道轮回当中，有以地狱为最苦，而地藏菩萨却以拯救地狱众生为誓愿。这份愿既大且深，实践起来呢又最为困难和凶险，所以这份勇气和慈悲堪称是菩萨当中的魁首。这也大概就是他被后世尊称为王菩萨、地藏王菩萨的最重要原因了吧。那么好，今天的故事呢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次更新再见，谢谢大家。